同样是光固化 3D 打印树脂，为什么它能让机甲模型物理意义上锐化，提升分辨率？喜欢 DIY 机甲模型的朋友会通过打磨、刻线等操作，让模型显得更加硬朗，凸显机甲的细节。这是范斯可推出的6边形机甲树脂，我来做个测试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是用同一台 Alico 4U， 分别使用一款常规的刚性树脂和机甲树脂来打印这个高达的模型。来看一下对比效果，这细节上的提升是后期打磨难以实现的。很多机甲模型是可动的，这需要更好的耐磨和抗折性能。所以我还打印了2个同样长度的长方条，在相同固化条件下，从侧面可以明显看到机甲树脂打印的测试条形变更小。使用剪刀在电子秤上用相同的力度进行刮擦。两者划痕肉眼上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机甲树脂产生粉尘会稍微少一点。在2个桌子边缘进行弯折，抗折方面，机甲树脂是不及刚性树脂的，但相对表面受力更均匀，让它可以实现更高分辨率机甲的打印以及耐磨的结构，不必过于担心关节的磨损。我也开始了制作我的机甲大部队。机甲模型想更有细节，还得选择分件打印，打印件的准确性也受到了考验。我尝试打印了一盘 EVA 的模型，新鲜出炉，这薄到透光的零件都非常完整的打印出来了，而且经过清洗、2次固化、烘干以后，这些细节能够依然保留，才证明了它的能力。还有这个模型后边天线简直像针尖一样，拼一下看看，严丝合缝。当然，机甲树脂不只能打印机甲，它比常规的树脂更加耐磨耐刮，所以制作日常的其他手办更加不在话下。打印了一个明日香的模型，细节也是非常到位，表面非常丝滑，喷漆、喷补土、手涂上色，它应该也是很多机甲爱好者的女神。打印完这些景品模型以后，其实一喷漆，这些材料本身的耐磨耐刮的性能就体现不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更适合打印一些不需要喷涂的结构件，或者是作为这类机甲模型的一些关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分享。如果对你玩3D 打印有一些帮助，希望能够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多多交流讨论。咱们下期见。